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有一种饮品陪伴了中国人几千年，它就是茶。今天我们就用慢速中文一起聊一聊中国的茶文化，从它古老的历史到今天年轻人最喜欢的奶茶。中国是茶的故乡，关于茶的起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在4000多年前，中国有一位神农氏，他尝遍了各种植物来寻找药物。有一天，他中毒了，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就在他躺在树下休息的时候，几片树叶掉进了他的烧水锅里。神农氏喝了这种水，发现味道有些苦，但过了一会儿，嘴里有了一股甜味，身体也变舒服了。这就是人类第一次发现茶。在唐代，也就是1000多年前，有一位叫陆羽的人写了一本书叫《茶经》，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从此，喝茶不仅是为了解渴，更变成了一种优雅的艺术。这本书介绍了茶怎么种、怎么做、怎么喝。因为这本书，陆羽被后人称为茶圣，意思是茶的圣人。到了宋朝，喝茶变得更加流行，也更加讲究。那个时候的人喜欢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喝茶，叫点茶。点茶的过程很像现在的日本茶道，需要很多步骤，也需要很多耐心。后来，中国的茶文化慢慢传到了日本、韩国，也传到了全世界。现在很多国家都有喝茶的习惯。In Chinese culture, tea isn't just about the drink itself, it's also about the conversations that happen around it. To truly master a language, real conversation is the key. That's why today I want to genuinely recommend a platform that I truly find useful, italki. italki is an online language learning platform that offers personalized one-on-one lessons with native speaking teachers. Many of you ask me how to practice speaking when you don't live in China. This is right where italki helps you, as you can immerse yourself in a wide variet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without living overseas. Even if you are a complete beginner, the supportive teacher will create a safe, encouraging environment where you can start speaking with confidence from day one. I recently sat down for a lesson with an amazing native Chinese teacher on italki to chat about language learning. 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最近有2个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在看一个中国的古装电视剧，叫做《竹玉》（Persuaded Jade）。哦，好像很火，对，对，听我其实非说了。常吃惊，我非常吃惊。可是我就想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他们去了解中国的一些文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练习听力。What I love most is how flexible and affordable it is. You completely pay per lesson, meaning there are absolutely no subscriptions required. If you're trying to learn Chinese or any other languages, click through the link below in the description. When you buy $10 or more, you will get $5 off for your first lesson using my exclusive promo code MIFI. It's an amazing way to start your first class. Just keep in mind that this special discount is only available for the first 50 users, so make sure to claim it soon. 在中国，喝茶有很多有趣的礼仪和习惯，比如当别人给你倒茶时，你可以用右手的手指轻轻敲击桌面，这个动作叫做叩指礼，意思是谢谢。这个习俗和古代的皇帝有关，直到今天，人们在茶馆里还一直在使用。另外，中国人喝茶讲究酒满敬人，茶满沏人。倒酒要倒满，但倒茶只能倒7分满，因为茶水是热的，如果倒太满会烫到客人的手，这就显得不礼貌了。
剩下的3分是中国人常说的情谊。中国的茶种类非常多，根据制作工艺和发酵程度的不同，我们通常把茶分为6大类。第一种，绿茶，这是中国产量最大、最受欢迎的茶，它不发酵，保留了茶叶最原始的绿色，味道非常清爽。著名的西湖龙井就是绿茶。第二种，红茶，它是全发酵茶，茶汤是红色的，味道醇厚偏甜。第三种，乌龙茶，又称清茶，它是半发酵茶，味道非常丰富，既有绿茶的清香，又有红茶的浓郁。著名的有铁观音和大红袍。第四种，白茶，它的制作工艺最简单，只是晒干或烘干。人们常说白茶1年茶，3年药，7年保，越陈越香。第五种，黄茶，它的制作工艺和绿茶相似，但多了一道焖黄的工序，味道更加柔和。最后一种，黑茶，它是后发酵茶，著名的普洱茶就属于黑茶，可以长期存放。随着时代的发展，茶文化在中国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更加流行了。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新中式奶茶。如果你今天去中国的城市旅游，你会看到大街小巷都是奶茶店。但是现在的中国奶茶和以前的奶茶可不一样了。现在的年轻人对奶茶里的茶要求非常高，奶茶店会使用上等的传统茶叶来做茶底，比如用鸭屎香一种乌龙茶来搭配鲜牛奶，或用高山红茶或者茉莉绿茶来制作。人们不再只是为了追求甜味而喝奶茶，而是为了品尝茶叶本身的香气。传统的茶文化通过奶茶在年轻人的生活中重新活了过来。从几千年前神农氏发现的那片树叶，到今天年轻人手里的一杯奶茶，茶变的是外表，不变的是中国人对茶的热爱。你喜欢喝中国的茶吗？你最想尝试哪一种茶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